F-16V 对上歼10C，台湾新购的66架战机能否扭转台海空中优势？从性能、战术到战略意涵，带您深入剖析台湾跟解放军空军实力的真实差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要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要帮我们抖内啦。台湾目前的是 F-16战机是 F-16 AMBM， 好，原先由 Block 20战机做的性能提升，另外还有新购的 F-16 CD Block 70，它基本上都属于 F-16V， 但是它构型之间差别在哪里？在战场上具备了哪些作战能力呢？好，国军过去在1990年代老布希时期通过对台军售150架的 F-16 AB Block 2动战机，那这些战机在使用多年以后呢，它面临到必须要性能提升的这个部分。2012年左右，美国同意将他们最新的 APG-83， 也就是 ISA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出售给台湾。但是今天飞机不仅仅是换个雷达而已，它整架飞机呢，其实刚好在这个时候 F-16也已经服役到一半的时间了，那就对它做了一次进行所谓的叫中售性能提升，因为它原本是按照北约 F-16 AB 战机的这个性能提升的规格去做的，但是用了这么多年性能提升的，让我们面对到未来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的时候，那原本也就不够用，所以在2012年美国同意让我们提升原先的这个 F-16战机。那这个时候其实原本的这个 F-16 AB Block 2动战机呢，它原本是配备 APG-66V3 的这个雷达，我们把它换掉，换成 APG-83的主动电子扫描雷达。其实这个飞机的作战性能是大幅提升了，因为它可以发射各种所有美军现役的各种的空对空甚至空对地的武器。最大的这个改变呢，是它可以导控了 AIM-9X， 也就是这个先进响尾蛇飞弹，它可以让它做这种所谓的越肩射击 over shoulder。什么叫 over shoulder 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战机在缠斗的，你这样飞，我这样飞，那这个时候我飞机的机鼻没有指向你，但是我透过我的飞行员的头盔转过去，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可以将你锁定，然后飞弹发射以后，整个绕过我的飞机去击中你这个目标，这个叫 over the shoulder。那这个时候呢，其实 F-16V 战机基本上大致的作战性能呢，从 AMBM 也就提升到 V 这个构型上来讲是已经确定了。但是后来你说，美国又卖给我们66架 F-16 CD Block 70战机，那其实这个 F-16 CD Block 70美军自己现在没有采购，但是美国所有对外销售的这个 F-16呢，基本上都提升到这个规格。它就是把我们刚刚讲到在 F-16 Block 2动 AMBM 上面这个性能提升的这个部分呢，把它直接跟新的 F-16 CD 战机做全机系统整合。也就是说，它把这个 APG-83直接换掉原先 F-16的 APG-68的这个雷达。另外呢，原本 F-16 CD 战机它上面有2个多功能显示器，那它现在把飞行员两胯之间这个原本的传统仪表板也换成这个大型的多功能显示器，那也让这个美军的 F-16 CD 这个战机基本上具备了跟我们台湾F-16 AB Block 2动性能提升上去之后，具有相同的这个性能。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以这个飞机来讲，它在 CD 上跟 AB 上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发动机升级了，因为原先这个 AB Block 2动的飞机，它的发动机大概是用 F100 PW 2.2动，它提升到2.9，推力大幅提升，也因此其实大幅提升了它的这个飞机的这样的性能。例如说，我们看到 F-16这个 Block 70战机跟 F-16 Block 2动战机，因为我们在做性能提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发动机换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换个发动机啊？发动机换掉可以让你 A-16 AMBM 的这个性能也接近到 F-16 CD 啊。话是没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整架飞机的购售成本里面，发动机很贵，发动机往往会占到一架飞机成本的约25%到30%，发动机非常昂贵，所以呢，我们在衡量你又把雷达换了，航电设备换了，然后那个机载武器等等也跟着性能提升了，要花的钱已经非常可怕。如果再花一笔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价钱下去的话，因为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做中售性能提升，也就是原本你一架飞机的这个预期使用的这个寿命中，它已经用了接近一半了。那这个时候你把它在一半的时候，你再换一个新的发动机，等于说你花了1/4的钱，但是对不起，你这个发动机只能用一半的时间，其实想想不太划算。所以呢，我们并没有针对F-16的 Block 2动 AMBM 的发动机的部分的性能的这个提升。因此，我们的原本的 F-16 Block 2动 AMBM 它提升以后，发动机的进气口跟尾管都没有变化。但是 F-16 Block 70飞机换了这个推力超大的 F-11动，它本身的这个推力大幅提升了，而且也由于 F-11动的发动机
飞机的这个进气量更大。所以其实过去美国空军在生产 F-16CD 的时候，它由于就有这2种发动机的选项，它可以用 PW 的 F-100，也可以用 GE 的 F-11洞。这2种发动机呢，它本身的需要的这个进气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如果说从外观分辨这架飞机是用 PW 发动机还是GE 的发动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它的进气口去分。那像我们看到F-16，大家都会说整个飞机的外形是一个开口笑，对不对？但这个开口笑里面呢，这个笑这个嘴巴有咧的比较小的，也有咧的比较大。那咧的比较大的，也就是相对来讲，它这个进气道比较扁、比较宽的，就是用了 GE F-11洞发动机。那比较窄、比较宽，就是用原来的F-100的发动机。它本身如果从外观上的判定的话，你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非常简单的去看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别。那当然 ，F-16CD Block 70在改用这个 F-11洞 G129发动机以后，它其实比原先的 PW2洞的发动机，它的推力大概提升到5000磅。那以一颗原先 PW22洞的这个发动机，它的推力大概是24000磅，但是到了这个 G129发动机的时候呢，它的推力大幅提升到接近29000磅，甚至于可以说接近了3万磅左右。等于说你额外多出了20%的这样的推力，多出了这20%的这样的推力，其实对一架飞机来讲，我跟各位观众讲。飞机是一个比那个妙龄女郎还要计较自己体重的这样的东西呢。也就是说，当你飞机总体重量增加的不变，但是你出力大幅增加以后，它其实大幅改善了 F-16CD 这个战机的性能。以爬升率来讲，它能够爬升的更快，它的爬升率可以增加比原先的战机增加3.3%左右。然后呢，这样的情况，那自然它的飞机会让它战机的比如说酬载啦、加速啦等等，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那这个在空战上来讲，特别就是在如果说你跟对方进入缠斗，你的发动机的这个推力更大，那相对来讲，你的持续转弯率，或甚至于你在第一度缠斗没有办法这个顺利击中对方的话，那你必须要脱离这个缠斗，然后重新再进来第2次进行缠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剩余动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所以整体来讲，3.3%的性能提升，其实让飞机的这个爬升率、机动性跟扣站能力都相当的增加了。因此，这其实对飞机本身来讲，推力的增加会让战机本身的性能有如脱胎换骨之间的修正。当然，以配备了 ISA 这个雷达，也就是我们讲的 APG-83跟联合头盔瞄准系统，对于这个 AM9跟 AM12洞这个飞弹，它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其实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来自于缠斗这个阶段。我们刚刚讲的 AM9X 飞弹，为什么？因为 AM9X 飞弹它原先在设计的时候，它跟过去传统的响尾蛇飞弹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具备那种所谓叫越肩射击能力，英文叫 over the shoulder。什么叫 over the shoulder？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当2架飞机对头通过，开始进入缠斗这个阶段的时候，当2架飞机在缠斗，可能你左右然后进行这样一个空中运动的过程中，那这时候你的机鼻可能没有办法快速的指向到你的敌机，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但是我们的头盔瞄准具却完全把这个问题就帮你去加以解决了。也就是说，当你飞行员在缠斗的过程中如果说你今天看着你的这个机外，当你的敌机在你的9点钟方向，你看到它已经从你的前面这个正前方开始慢慢的移到这个9点钟或3点钟方向的时候，你只要透过头一转，然后这个时候你头盔瞄准具呢就可以照到对敌方的这个敌机上，然后帮你完成这个锁定的解算，然后按下飞弹。飞弹离架发射出去以后，那这时候飞弹不会这样一个稳稳的这样打出去，然后慢慢去追它，不是它会做一个大转弯。甚至于我们刚刚讲，如果说今天你的飞机在一边，但你只剩下这边的飞弹，它发射以后可以迅速的从你前方做个90度大转弯去攻击这边的敌机。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所谓的 over the shoulder 越肩射击的能力。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在有头盔瞄准具搭配的情况下，才能让你 AM9X 的这个飞弹呢发挥最大的功能。那当然，像共军他们现役的这个歼10C 的这个战机，跟我们的 F-16V 战机基本上都有装备这种所谓的主动电子扫描雷达 ISA 雷达。过去传统的这个雷达，它基本上是一个那个天线那透过这样一个天线这个转动，然后扫描这个过程中去更新敌机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当你换成这种所谓的主动电子扫描雷达以后呢，你就用这种各种的这样电子波然后在空中去进行这样一个扫描。所以就是说，主动电子扫描雷达是现在战机基本上来说可以算是共同的这样的标配。那当然，以飞控系统跟逆踪系统方面，到底哪一方占有优势？其实以歼10C来说，它的飞控我相信其实不会做到比 F-16差。
那逆中性呢，由于2架都还属于这种所谓的传统的这个第4代战机，而且这个4代半，好，即便你到这个4代半，那这时候双方其实在逆中性能上来讲，基本上是伯仲之间。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讲到 F-16V 主要是要跟歼十 C 来相比呢？因为这2款战机不管是在设计取向，或在任务形态上，或者说在空中的这个任务性能上来说，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相近的这样的飞机啊。各位战友们注意啦，谢谢各位观众的支持，我们频道将正式开启 YouTube 的会员制度。您只要加入 iSmart 频道会员，你每个月就有1次机会，可以直接提问你最想知道的军事问题，不论是最新武器分析、军事战略、历史战役，还是当前军情局势，现在就加入会员，为您揭开真相。那当然，在电战还有抗干扰能力上面来说，其实以这个我们的 F-16战机呢，它所配备的电子的设备，像以 F-16来讲，原本我们过去的 F-16AB Block 2栋战机，它是配备这个 ALQ184的这个电战夹舱，但是 ALQ184它毕竟还是一个类比的这个夹舱，它这个比较老的夹舱，它比较没有办法跟现在的 F-16做一个完整或者说是一个最大相容的匹配，所以我们现在未来 F-16V 采购更新的这个211的夹舱系统。那这个系统跟原先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 AELQ184夹舱来相比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性，就是我们新的 F-16这个电战夹舱呢，基本上它是属于内建式的，也就是说 F-16CD 战机跟 F-16AB 战机，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或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就是说 F-16CD 的机身内部空间其比过去传统的 F-16AB 战机呢要更多，所以呢这个更新的电战系统，它就把它装在飞机的这个各部分啊。第一呢，也是可以得到飞机全相位的这样的各种的电磁讯号的这个侦搜。另外呢，其实它如果要进行干扰的话，相对来讲也可以对飞机的周边做比较更完整的这样的干扰。那当然，中国大陆他们自己现在歼十 C 也有开发自己的这个电子对抗系统，但是说真的，性能到底如何由于双方还没有能够有机会实际在空中较量过，到底谁优谁劣？那当然，传统上美国的航电设备系统普遍来讲评价比欧洲的要高。那欧洲的那个航电系统其实又比过去前苏联时期的要好，但是中共的航电能力其实是超越前苏联，甚至于可以说是约略和这个欧洲相同等级。所以到底孰好孰坏，目前也没有个定论，只能说在未来作战上来讲，有一天真的拉到战场上来说，才能够一见高下。那当然，以 F-16V 它现在所能够配挂的机载武器系统，包含了像 AIM-9X， 还有像包含 AIM-126D 等等空对空飞弹。那中共的歼十 C 战机，它其实也可以吸挂霹雳15，霹雳15的射程高达200公里那也可以吸挂这个霹雳10的这个空对空飞弹。那在射程跟精准导引上来说的话，目前霹雳15的这个账面的这个数字，其实的确是高于 AIM-126D 的。那但是就是说，它本身这个飞弹，由于目前中国大陆这2款飞弹并没有在实战之中真正的有跟这个西方的战机有过空中交手的经验，所以到底谁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好等等，目前相对来说比较没有一个定论。也就是说，毕竟没有实际在战场上真正过招，到底孰好孰坏双方都有各自的这样一个宣传数据，但是到底孰好孰坏，可能还是真的得要到战场上才能够来见真章。那当然，从机动性来讲，F-16跟歼十 C 基本上都是单发动机的这个战机但近战缠斗之中哪一个更具优势，这其实是个好问题。那这个好问题，共军也不会给你解答。但是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泰国，因为泰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战机特别是歼十战机也做过了空中的这个模拟对抗操演之后呢，泰国空军的飞行员其实是有讲过这种所谓的歼十 C 这个战机，由于它本身具有前置翼，这个战机为什么要有前置翼呢？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需要能够在缠斗的时候获得更好的我们一个专有名的机比指向率，因为它的控制俯仰的控制面在飞机的重心之前，所以就是说，它飞行员当他搬动他的这个驾驶杆的时候，前面这个机比指向率，也就是飞机上下抬动的这样一个范围呢，会比像 F-16这种传统的这个战机要更好。但是歼十 C 也就是歼十这个系列的战机也有一个问题，也就是它本身由于飞机的这个重量或是各种推力各种相关的这个空气动力的这个关系呢，它的确在跟对方像西方战机在进行缠斗的第一集的时候，它的确它的机比指向率要好，但是也很现实的说，它后续泰国飞行员指出，它的这个飞机的持续的这个转弯率跟持续的这个作用力就差了。也就是说，它的情况如果说跟泰国空军拥有的西方战机进入空中缠斗，第一个 pass 解放军的歼十 C 战机跟泰国空军拥有的西方战机来相比，毫不逊色。
但是如果第一个 pass 没有分出胜负，后面要进入第二个 pass 的话，那对不起，歼十 C 的空中机动力跟这个机皮转向率以及各种的空战性能往下掉的速度就会非常快，这是由泰国空军所说的。那当然 F16 Block 70战机它内建的 Viper Shield 的这个电战系统 ANLQ154跟原先外挂的2栋的这个184来相比的话，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性的。为什么？因为184第一它还是个类比性的夹舱，而那更新的254系统呢，它本身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数位射频记忆的功能。什么叫数位射频记忆呢？也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照到它的这种所谓的不友善的敌方的这个辐射源呢，它会将它做数位的这个分析，而且呢，透过这个数位分析，它会把它内建到它的资料库之中。如果下一次再被这种不友善的雷达波就是辐射源照到的话，它马上就会知道之前是哪一种雷达照到它可以迅速的去解算反制之道了那当然，像 F16这个双座型，为什么还是要加装这个机背的这个航电舱其实大概在 Block 50之后呢，美国外销的，其实严格来说，机背的航电夹舱大概差不多是 F16 Block 60的这个标准配备。这后来很多呢，有很多买了 F16 Block 50的这些用户，例如像新加坡，例如像以色列，认为这个 F16 Block 60，也就是阿联版的这个 F16EF 这个战机也就是双座型加装这个航电的备舱呢，功能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在里面可以装非常多的这个航电设备、电站设备等等，可以让F16战机它原本已经略为拥挤了，特别是双座机的部分，因为双座机多了一个座位，等于说你原本在单座机后方的一大片的这个座舱的空间中，可以装的各种的这个电子设备都必须要排挤到飞机上其他的空间。但是当你这个机背多了一个这个我们称为拱背的这个部分之后呢，这些东西就可以移装到这个拱背里面，然后让这个飞机本身原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配置去进行更加的合理化。所以呢，后来像以色列跟新加坡等等，他们在买的时候也就要求他们的 F16 Block 50战机也要加装这个 F16 Block 60才有加装的双座拱背，而且呢效果非常好。那后来呢，洛马公司就把这个拱背列为 F16D 型，也就是双座型的 F16 战机外销的一个标准配备。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部分之外，像 F16 Block 70战机也配备了2个450加仑的这个式型油箱基本上这2个式型油箱能够为 F16提升相当大的一个飞行距离因为以这个 F16 战机来讲，它原本呢它除了机内油之外呢，它外挂主要大概通常就是会外挂2个450加仑的油箱为主，有时候还会再加挂在机腹上。那这个的确会增加了相当的这个续航距离跟作战半径。对于我们的这个防卫作战来讲，最大的帮助呢是，如果说仅仅在做一般战斗空中巡逻或是空中巡弋任务的时候如果你除了2个式型油箱，再搭配上这种可抛式的这个机身油箱的话，它甚至于可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续航力从原本的 F16大约2个半小时的这个制空能力，大幅提升到接近4个小时的制空力。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让你单次的这个任务在空中所能够发挥的这个效益更大。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大的问题是大陆的这个灰色冲突的这样的方式，它的战机用车轮战的方式在你这个周边空域出现的时候，你的战机能够在空中制空的时间越长，那应对这种灰色冲突效益会越佳。那另外 F16 CD Block 70战机未来将会部署到我们台东的这个制航基地。那原有的 F16 AMBM Block 2栋战机的性能提升版还是部署在原先的嘉义跟花莲。那基本上来说，其实我们的 F16 战机，它光是在 F16 AB Block 2栋战机上，它虽然说航电设备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它的这个武装跟它的任务的这个目标来说，的确是有所不同。例如在嘉义，它会加挂小牛飞弹跟空对地的武器专门作为对敌方的这个反登陆的这样的反制。但是花莲的 F16 战机呢，它会配备空射的鱼叉飞弹。那这个空射的鱼叉飞弹主要就是对共军的这个海面的这个舰艇进行反制，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但是像以 F16 Block 70来说，未来由于台海防卫作战的这个空间跟范围大幅的这个改变，原先的这个西岸的这个机场，它所受到的威胁性会更高，所以未来这个 F16 Block 70战机基本上是未来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 战机里面全功能的版本，也就是所有 F16 它现在能够执行的任务，基本上它都能够担任，所以会对我们的 F16 战机提升它现有这个作战能力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当然，未来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饱和攻击的这个空中行动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跟地面防空体系如何分工协调？那空中作战是不是有足够的防空飞弹支援？因为其实台湾现在主要面临到的这个防卫作战的空域，其实说可以说非常的狭窄。那我们在防空作战上来讲，战机因为它空中有AM12栋，也有AM9那另外像 FCK
FCK-1跟幻象2000，它也有各自的雷达主动导引跟这种所谓的缠斗飞弹，它会依照不同的空域去进行接战。也就是说，通常一架战机在空中可能要进行2次的这个空中接战。第一，当我们的长程的防空飞弹拦截过一波之后，由战机西挂 AM-12动飞弹这种雷达主动导引的空对空飞弹进行第2波的拦截之后，其实会由相对来说距离较短的具区域防空能力的防空飞弹呢，再进行1次拦截。那之后会由 F-16战机或幻象2000、FCK-1 经国战机等等西挂这种短程缠斗的这个飞弹再拦截一波之后，这个时候接下来就会由这个所谓的地面野战防空来接手。那我们的 F-16战机其实在空中在接战的过程，我们的战管跟我们的这个航管等等会为它安排一系列这种所谓的安全走廊，也就是我们的战机不是全时间都充满在我们的空域中，这样的话很容易被我方的这个防空飞弹系统误击，或是延缓了我方防空飞弹可以接战的这样的时间。所以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战机会进行一次拦截之后呢，会迅速的脱离战场，进入安全走廊，然后由防空飞弹接替，这样一个程序不断的在这个变化。所以整体来讲，空战的这个战术的部分会有这个空战的作战管制的这些人呢，来为我们大家来努力。那好，在台海态势不断升温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空军的 F-16V 在共军的歼十 C 的这个对决，它绝对不仅仅是性能的这个对比或者拼搏，它也是战略思维跟部署方式的这个竞赛。在未来胜负的关键将取决于谁能够更快、更准、更灵活的掌握空中优势。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讨论，分享您的看法。